两边一番较劲下来，李长寿自然是收获颇丰。但本来为李长寿准备了几件小玩意儿的大法师，默默地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神通玉符。重头戏却是在后面。东海龙王大手一挥，8名龙子龙女齐齐向前，各自捧着一方锦盒，锦盒还都是打开的状态。众仙定睛一看，却见这8方锦盒之中各自放着8枚款式不同的戒指，总共8864枚。再仔细一瞧，这些戒指竟然都是高阶储物法宝。四海龙王齐齐抚须轻笑，自以为稳占了今日送礼之头筹。侧旁的秦广王突然站起身来，淡定地走到李长寿的身旁，左右看了几眼，而后有些拘谨地拿出了3块菱形玉石。秦广王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低声道：秦军，地府在幽冥，别的宝物没多少，有的特产也不好拿来献丑，这算是我们巫族压箱底的宝物，您万万不要推辞，这是祖让我们带过来给您的，说是对您有大用。这里面各有3滴上古始祖留下的本源精血，1滴可造就1名大巫。这3滴是共工组织本源精血，这3滴是后土组织本源精血，这3滴是帝江组织本源精血。后土祖说您自有妙之用处。周遭道道目光汇聚而来，就连老君也朝着此地看了一眼。星君，秦广王将3颗菱形玉石塞到李长寿的手中，可莫要跟我们推辞，您帮我们实在太多了。多谢。李长寿缓声道了一句，将3枚玉石郑重地收了起来。他日定会去6道轮回盘对大德后土致谢。客气客气。秦广王暗自松了一口气，对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淡定地走回自己的座位。这波稳赢。各处顿时议论纷纷，有祖屋本源精血聊起了上古往事。正此时，在仙宴侧旁角落中，正准备上场献舞的2道身影正弱弱地观察着场中的各路大佬。灵珠子身着修身长衣，侧旁少女玉兔穿着可爱短裙，此刻都是有些面色苍白。灵珠子低声道：怎么办？玉兔2排银牙在轻轻打颤，哆哆嗦嗦地道几句：你之前找我帮你排舞的时候也没说今天要在老君面前献舞，算了吧。我去自己跳吧。灵珠子叹了一口气，唉，之前都跟各位嫦娥姐姐说好了，他们舞罢就该咱们上去了，总不能不去。哎，你可想好了，这要是出点糗，以后你在洪荒可就没办法混了。这怕什么？好男儿何惧出糗？你师父可能会颜面无存。这个……灵珠子顿时一阵纠结，倒是颇为在意太乙真人的名声。玉兔想了想，咬了咬嘴唇，抬手在灵珠子的肩头拍了2下，脆声道：好兄弟一场，本图不能不帮你。你若有办法让我不害怕，跳舞这种事应该出不了差错。好歹我也是我家主人养大的，在月宫练舞这么多年呢。灵珠子仔细地斟酌一二，低声道：我知道巫族有一种秘法，可以让人忘记恐惧。啊，是什么？痛苦。灵珠子犹豫道：要不我打你一拳试试？当真有用吗？你别太使劲啊。来吧。哈！灵珠子一声轻喝，一记直拳打在玉兔胸前，后者噔噔噔后退3步，一屁股坐在地上。这少女张张嘴，嘴角沁出了一缕鲜血，满脸的生无可恋。我还没用力，你怎么就倒下了？灵珠子连忙向前搀扶，问道：还怕不怕了？玉兔无力地歪了一下头：怕被你打死。侧旁突然传来了浑厚的嗓音，灵珠子和玉兔打了个激灵，连忙扭头看去，刚好看到了风尘仆仆的赵公明疾飞而来，丢下了一句喃喃在侧旁闪过：现在的年轻道侣怎么喜欢玩这种调调啊？玉兔和灵珠子对视一眼，少女俏脸一红，连忙扭过头去，红晕爬去了耳根。灵珠子却是嘿嘿一笑，道一声：这位前辈看样子是误会了，咱们是兄弟，可不是道侣。
道里哪有兄弟重要？这世道太难了。要说这一次瑶池仙宴，让李长寿感触最深的就是老君的那一声赞扬。但李长寿印象最深的并非后面赶来的衡娥仙子那倾倒天庭的绝美舞姿，也非灵珠子和玉兔颇为精彩的刀剑舞，而是功名给的这一份贺礼。当时嫦娥歌舞欢乐，宴上氛围正浓，灵珠子和玉兔尚未登场，赵公明匆匆赶来，身上的战甲并非平日里那件，打内穿的内巾还有几分血腥气息残留。若非这大爷见到李长寿表情是微微蹙眉咧嘴轻笑，李长寿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恶事呢。赵公明刚要绕过起舞的嫦娥向前，突然感受到此地有一股不同寻常的道韵，抬头一看，顿时哆嗦了几下，来得太急，竟然没有注意到老君竟在此。赵公明赶紧绕去高台侧旁行礼，又顺势对玉帝王母做了个道揖，这才低头走到李长寿的身侧，在周遭仙神的注视之中，坐在李长寿身侧，止不住地露出了几分微笑。长哥，老哥给你搞了个大宝贝。李长寿满头黑线，这口吻这姿态像极了上辈子那些摆地摊卖一些装满了学习资料小 U 盘的江湖中人。赵公明在袖中摸出了一块2尺长的黑棍，放在李长寿面前。这黑棍此时被赵公明封禁，看似轻若无物，就如烧焦的木炭，但是略微的感应，其内竟蕴含了一缕缕玄妙至简的气息，又有淡淡的威压。李长寿只是盯着此物看了几眼，道心一角就泛起了几幅画面，窥尽无尽生灵于血海之中不断的翻涌，天地间有无数生魂被一杆长枪撕碎。此时再看，这黑棍就宛若一座雄山之背脊，被大神通凝练成了2尺长短。这似曾相识的气息，如此浓郁的杀伐之力。侧旁那见多识广守口如瓶，人教认证记名弟子渡厄真人已是讶然道：这莫非是杀伐至宝混沌青莲根经所化鹿神枪之残片？论捧哏对缓解尴尬气氛的重要性，不错。赵公明抚须轻笑，又想起了什么，有些心虚地看了眼李长寿身旁的二妹。见云霄面色如常，赵公明这才是心神大定。宁被师尊百顿削，不惹二妹3分怒。就听赵大爷笑道：哎呀，为了今日这贺礼啊，老哥我贫道也是煞费苦心。本来是想送些灵宝宝材，又觉得长庚并不缺这些想着贫道与长庚相交最久，交情最深，总不能敷衍了事。贫道左思右想，突然想到上次那修罗古城除魔，长庚你的爱将金鹏元帅得了一把鹿神枪碎片，重新炼制成的长枪。贫道灵光一闪，想起一则上古传闻，便驾着定海神珠破开乾坤，全力赶去那3000世界边缘，一路是风驰电掣，寻到了天地边缘的一处密地，打杀了数百只魔虫，寻到了这半块鹿神枪残片。稍后长庚啊，你将这残片融入那杆小鹿神枪中，定能使其威能提升。话语落下，赵公明淡定地笑了笑。这礼难在找寻这宝物之不易，也难在短时间之内取回来，贵在这一份真心考量李长寿需要什么的心意上。周遭仙神齐齐赞叹，看着那一块2尺长的残片，又说起了当年道祖与魔祖的大战。鹿神枪残片自是重宝，但要分落在谁手中？若是落在寻常大罗手中，将其炼化都是千难万难，便是单独将一块残片炼化，也不过是打造一把锋锐的先天灵宝。
但有金鹏上次夺来的长枪，这一杆残片就显得异常珍贵，说不定能够造出一把极品先天灵宝。就算不及原本的陆神枪，能有个2-3成威能也是了不得的宝物了。李长寿如何能不印象深刻？不过后土娘娘让阎君送来的9滴巫族精血，赵大爷又送来陆神枪残片，几个意思啊？让我一个天庭文臣专注修行8九玄功？未来遇到什么强敌，天庭武将溃不成军了，他顶着这一副老神仙皮驾驭，慢悠悠地冲出去，漫天强敌面前突然就撕开长袍，露出一身金光闪闪锁子甲，背后飘起玄色宝旗，头顶玄黄塔，左手反握乾坤尺，一步迈出，白发飘舞间，浑身肌肉狂暴地鼓起，张嘴怒喝一声：枪来！这画面很天庭。李长寿拱手道：多谢师兄。哎呀，你跟我客套什么呀？赵公明抚须笑眯了眼，又在袖中取出了一只宝囊，言道：顺手贫道杀了一头大罗境的魔物，刚好用来炼丹制药。哎呀，够了，师兄，你这厚礼当真是够了，我都不知以后该如何还礼了。瞎客气。赵公明哈哈大笑2声，心情颇为舒畅。老哥找地方歇息了，你忙你的就是了。二妹，我去那边坐了啊。大哥辛苦了。云霄柔声道了一句，让赵公明抬头挺胸，心神大定。木工立刻从侧旁凑了过来，引着赵公明去截教仙的区域入座。李长寿特意招来金翅大鹏，让他拿出那一杆小陆神枪，又将此物递了过去，叮嘱金翅大鹏收好，稍后再想办法使之融为一体。这里的办法专指兜率宫。待收礼收得差不多了，其后的流程也就变得无波无澜。灵珠子与玉兔现刀剑之舞，虽精彩纷呈，却让人印象浅浅。只因稍后有恒娥仙子出场，一舞惊了3界，彻底奠定了3界第一美人的名声，将天庭的威望抬升了一个台阶。一位恒娥仙子，一名超级天兵，也算是当前天庭的核心竞争力了。李长寿特意观察了几下几位远古大能见到恒娥时的表情，发现只有镇元大仙若有所思状，在恒娥五霸退场时又似欲言又止。看来镇元大仙那边应该也有关于浪前辈的线索，可惜李长寿对此并不算感兴趣。探究浪前辈往事的唯一价值，就是摸索天道剧本可更改的上限。当年浪前辈无论是想以力正道，又或者是想逆转什么大事，必然是过了界才被抹杀。但是摸索天道的弹性区间，并非只有这一个办法。稳妥起见，李长寿想去尽量的避开有关浪前辈之事，做好自己的太白金星，规划好退休流程。话说回来，上任的第1天就想退休之日，自己也是没谁了。待恒娥献舞之后，又过了半个时辰，乐声突然就变得大气磅礴，各处也飘起了浅粉色的花瓣。众瑶池仙子在天边驾云列阵，一名面容俏丽、身段纤秀的女仙自瑶池深处缓缓飞来。她身着盛装，打内是冰云蚕丝做成的抹胸短衫，打外则是绣着数十只灵鸟的华美长裙。长裙后摆托在云雾之中，让她向前飘飞时异常的亮眼，自是龙脊。此时龙脊梳起复杂的双髻，额头点了金色的花钿，俏脸抹上淡淡的腮红，长长的睫毛也仔细地修过，眉角纤细，双耳灵连。此时她在众仙瞩目下缓步向前，于玉帝王母高台前跪伏行礼，口称孩儿拜见父亲母亲。玉帝面露微笑，淡定地看脸四周，神态中不无得瑟。此时却是王母开口：我儿起身，谢父亲，谢母亲。
龙吉柔声应着，款款起身。李长寿在旁边老气横秋地晃了晃头，笑道：一转眼，龙吉殿下已是亭亭玉立。月老。正在同侧靠后位置的月老突然就被点名，立刻站起身来，对李长寿躬身行礼：在这儿。你可要守好你的姻缘殿，莫要让人偷偷溜进去，给龙吉殿下牵了红绳。龙吉殿下乃陛下与娘娘的掌上明珠，虽陛下秉公无私，未让殿下入天庭正神之列，但龙吉殿下的姻缘绝非小事。月老的额头沁出了几滴冷汗，实在不知太白长庚这般话是什么意思，只得赶紧低头答应，连说绝对不会有这般情形。如此也就断了一条龙吉今后被人算计的路径。月老入座之后，龙吉俏脸泛红，轻声道：母亲，孩儿一直追随太白老师学谋略之事，也算是老师半个弟子，今日想为老师奉一杯茶，感谢老师一直以来的教导。说起这个事儿，那就不得不提一下那3大箱的功课了。王母看向李长寿，刚要开口，李长寿却已经是站起身来，对着王母拱拱手，主动道：娘娘，我对龙吉也颇为喜爱，不知龙吉可愿正式拜我为师？